乌军在苏梅方向反攻入俄境内，武器储备、人口资源用尽，经济持续衰退，留给俄罗斯的时间还剩下多少？俄军无人可用，科克勃被迫上场。2023年全球军工企业排名发表，美国占据半壁江山。有消息称，俄求美国让乌克兰打轻点。俄罗斯中央银行记录了创纪录的人员短缺。中央银行在一份新的企业监测报告中表示，第二季度为企业提供雇员的情况创造了整个观察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由于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损失了多达170万工人，约占该国劳动力的2.2%。这些因战争而被转移的劳动力不仅用于田线，还有一些负责修建俄军的建筑或者工事，以及为国防部提供服务，比如物资供应。因此，现在俄罗斯国内对货车司机的需求非常大，各个运输公司纷纷涨薪。但俄罗斯的公交系统由于采用的是固定工资，根本没有人愿意去上班。新库兹涅茨克市长谢尔盖·库兹涅佐夫提议建立一个妇女营，以应对公共交通领域的人员短缺。人力资源的短缺呢，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俄罗斯经济大衰退。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俄罗斯本就是一个经济孱弱的国家，早在战争之初就经历了一波经济大衰退，卢布和美元的比例一度下跌至战前的1/4。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通过向经济转型的方式暂缓危机，在数万亿卢布的国防订单支出，让俄罗斯经济在过去的2-3个季度经历了短暂反弹。在俄国内和亲俄势力眼中，这是俄罗斯经济在欧美经济制裁和巨大的战争支出双重压力下实现的经济奇迹。然而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俄罗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究要是昙花一现。上半年俄罗斯 GDP 的增长率已经开始急速放缓。根据俄罗斯统计局本周发布的数据，6月份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3%，相比5月的4.5%、3月的5.4%、2月的7.6%，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正在快速下滑。很明显，俄罗斯的经济奇迹已经接近了拐点。部分俄罗斯经济学家直言，俄经济的回光返照已经结束了。从结构上来看，6月份俄罗斯的工业增速放缓至1.9%，远低于5月份的5.3%和冬季第一季度的5.6%。有朋友会说经济增长放缓很正常呀，这是发达国家通病。但如果扣除军事工业，俄民用工业的实际产出下降了9.2%。在美国加紧制裁并打击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的背景下，俄罗斯的批发贸易增长几乎停止，今年的数据仅为去年的1/10。与此同时，其他民生领域行业的经济也开始萎靡不振。俄罗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建筑业增长率下降了近84%，零售营业额增长的萎缩至6.3%，这是俄经济复苏后的最低点了。农业和运输营业额分别下降了0.3%和0.8%。由乌克兰战争主导的俄罗斯经济已经完全将克里姆林宫推入死胡同，因为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由国防工业推动的。战争的结束可能引发经济的彻底崩溃。根据俄罗斯政府的数据，2023年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3.6%，但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庞大的军费开支推动的。克里姆林宫计划今年在国防上花费创纪录的36.3万亿卢布，约合3860亿美元，是2023年的1090亿美元的3.8倍，是乌克兰战争前的2021年的7.9倍。如果扣除增长的军费，2023年俄罗斯经济实际上下降了12.2%。随着战争的拖延，俄罗斯经济的其他领域正在受到严重打击。莫斯科遭遇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因为年轻的专业人士逃离该国或者被卷入冲突。据统计，该国现在缺少约500万工人，导致工资飙升，通货膨胀率高达7.4%，几乎是其央行4%目标的2倍。同时，直接经济投资已经崩溃，2023年减少了约107亿美元。在经济崩溃、人力短缺的同时，俄罗斯继承自苏联的庞大武器库也已消耗殆尽。
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数据，俄军的坦克库存储备已经减少了42%。预测显示，俄军处于可用或者可修复状态的坦克储备将在1年半后，也就是2026年初消耗殆尽。分析通过对多个俄罗斯露天旧式坦克储存基地的卫星航拍图进行计算汇总，评估了俄军坦克库存数量。在2022年俄乌全面开战之前呢，俄军大约有6200辆库存坦克，但到目前为止已经减少了2500辆，总数锐减42%。然而这个比例呢，还并未完全反映俄军坦克库存衰退的全貌。旧坦克库存的质量因退役时间和维护程度的不同而参差不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对武器库存疏于维护，进一步恶化了储存坦克的品质。在剩余的3600辆库存坦克中，处于较好状态的只有700辆，疏于维护状态的有1800辆，糟糕状态的有1100辆。第一种坦克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修复并投入现役，第二种状态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翻新和维修，而第三种状态的坦克几乎失去了修复价值，形同废铁。从可用库存的角度来看，俄军坦克储备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损失已经超过了半数。如果将较好状态和半数疏于维护状态的坦克作为俄军可用的库存，再根据俄乌前线越军坦克损失数来推算，俄军的可用坦克储备将在1年半后耗尽，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俄军坦克损失如此之大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俄乌冲突的烈度很高，规模很大，导致重型装备损失巨大。俄军作为进攻方，对坦克、战车等装甲武器使用频繁，投入数量多，坦克在进攻中不可或缺，步兵在缺乏坦克支援情况下难以有效行动。然而，面对大量反坦克武器和无人机，坦克又显得很脆弱，这导致坦克使用频繁，损失率也高，两者结合带来了庞大的损失总数。其次，2022年开战后，俄陆军规模大幅扩充，和平时期可以满足需要的现役坦克在战时明显是不够用了，启用旧坦克库存是最快的途径。然而，随着陆军规模扩充完毕，持续性的库存减少主要是由于战场损失。再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坦克工业急剧萎缩，新造坦克能力很差。俄罗斯制造的全新坦克只有 T90MS 一种，月产量约20辆。其他所谓的新制造坦克，比如 T72B3M 和 T80BVM， 都是翻新苏联时期遗留的库存车。虽然乌克兰的军工能力比俄罗斯更差，但可以接收大量的外国援助，而俄罗斯却无法从外国购买坦克，只能依靠旧坦克库存。综上所述，俄军坦克库存急剧减少，预计可用坦克库存将在1年半后耗尽。俄乌冲突的高烈度和规模、新造坦克能力的不足，以及旧坦克库存质量的参差不齐，都是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总的来看呢，俄罗斯没有理由结束战争，并应对这种经济现实。莫斯科也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来维持旷日持久的僵局。而武器库存消耗一空后，俄军和乌军在地面上的差距也将急剧缩小。因此，虽然从战场局势来看，俄罗斯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其隐藏的种种弊病就像正在拉紧一绳的死神，正在一步步蚕食俄罗斯社会的稳定，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8月6号当地时间上午8点，乌克兰武装部队第22机械化旅的多达300多名乌克兰士兵，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的支援下，在库尔斯克地区附近发起了进攻。根据现有视频，跨境突袭似乎涉及了乌克兰的悍马以及轮式装甲运兵车，这些运兵车可能来自 BTR 系列，也可能是美国提供的斯特莱克。多个俄罗斯媒体证实，乌克兰今天已经向库尔斯克州推进，包括乌克兰第22机械化旅的部队，并指出斯特赖克装甲运兵车来自乌克兰第82空中突击旅。
斯特赖克装甲车是美国陆军的一款8×8轮式装甲运兵车，由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制造。其复合装甲能提供良好的防护能力，能够抵御轻武器火力和炮弹破线。通常装备有 12.7 毫米重机枪、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乌克兰部队已经突破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和别尔格罗德州的边界。尽管俄当局否认这一点，但依旧有视频显示有乌军士兵在俄境内作战。该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9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同乌军作战的除了俄罗斯边防部队外，俄联邦安全局也就是科克勃也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呢，俄军还动用了该地区的预备役部队。可以看出，俄罗斯北部战区的兵力陷入了极度匮乏阶段，几乎所有现役部队都被派往战场，以至于在被乌军反攻时，需要把科克勃拉出来应急。而乌克兰消息人士称，他们在突袭中摧毁了一个观察哨。虽然乌克兰官方没有承认这件事儿，但乌克兰反虚假信息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暗示这事儿是真的。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从乌克兰进入俄罗斯领土的部队得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BUK-M1 移动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掩护，而且俄罗斯还是用集束炸弹摧毁了其中一个防空系统。也有报道称，包括应征入伍者在内的大量俄罗斯军队在突袭过程中被俘，并且被护送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这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应对跨境袭击了。早在3月份，乌克兰志愿军俄罗斯自由军团就对库尔斯克发动过一次袭击。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战线。俄军继续向波克罗夫斯克和托列茨克2个关键城市推进，而在哈尔科夫州，阵地战仍在继续，但前线没有确认的变化。卢甘斯克州的俄军继续沿着库皮扬斯克线发动地面攻势，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在顿涅茨克州，俄军最近在托列茨克方向取得了重大战术进展，向西推进，并且试图包围了波克罗夫斯克东南部的乌克兰军队。扎波罗热边境的俄军在罗伯季涅东北部略有推进。赫尔松州的俄军继续对第聂伯河东岸进行地面攻击，包括在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上，但前线没有确认的变化。8月6号，防务新闻列出了2023财年全球防务支出排名。今年的100强榜单中，唯一的乌克兰企业在国防收入方面表现突出，从2022财年到2023财年增长了 72%。尽管乌克兰国防工业没有解释这一大幅增长原因，但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该公司的国防收入从2021财年的约 7.55 亿美元增长到2022财年的近13亿美元。最近在2023财年，该国报告的国防收入为22亿美元。事实上呢，今年的100强榜单中，超过3/4的国家都看到了国防收入的增长，这反映了名单上总体逐年增长的趋势。仅从过去5个财政年度来看，这些公司的国防总收入为2019财年的5244亿美元，2020财年的5512亿美元，2021财年的5950亿美元，2022财年的5339亿美元，以及23财年的6039亿美元。很明显，去年 13% 的增长是在俄乌战争以及中东冲突的背景下实现的。为了应对这些事件，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增加国防开支，这反过来提高了行业收益。在美国企业以48个入榜企业位居榜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2023年646亿美元的收入位居榜首，但相较去年，其收入增长仅有 2%。紧随其后的是雷神技术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其次，英国有6个，德国和土耳其各有5个，法国有4个企业上榜，以色列和韩国各有3个，印度、意大利、挪威和西班牙各有2个，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爱尔兰、卢森堡、波兰、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典、荷兰和乌克兰各有1个。有观众可能注意到了，这次排名中没有俄罗斯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企业拒绝公开自己的年报，防务新闻也无法找到信誉良好的数据源。其情况呢，类似的还有日本。当然，除此之外呢，一些进入榜单的国家，其国内的某些企业也选择不公开收入。比如说通用电气，
但同属通用集团的通用动力公开了其收入。一些可能获得大量国防收入的私营公司，比如通用原子公司，选择不提供数据，而包括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科技公司则不提供有关其国防收入的全面信息，并且拒绝在名单上提供数据。我们还选择不包括医疗和制药公司，因为该名单只在关注那些生产武器系统、军事能力和相关技术的组织。在排名中呢，土耳其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该国的高通胀率，一些收入数字会使用所谓的通货膨胀会计方法计算。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